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8月15号星期四，最后一个训练日，咱们今天回评论。今天轻松跑了，昨天强度课跑完，今天还是有点累的。昨天下午也出去放松跑了。今天还有小伙伴要见面，所以就早点开机，准备了好多评论，你们看。稍微天亮一点，咱们回评论。跑在了大阪的中之岛，咱们今天早点开机，开始回评论。首先，关于有的评论，我其实没办法在节目里回您，甚至我都不能在评论区打字回您，因为我总说，我尽可能的只说事实，不说观点。在现在这个舆论环境。但是呢，人不可能一点观点都没有，而且有时候事实本身就是观点，希望您理解。紧接着就呼应这个问题，有小伙伴说他在某社交媒体跟人说听了咱们频道说，只要健康的成年男性只要努力跑就能破3，就有人杠的说被围攻了，给我发了截图，说那你没成为千万富翁是因为你不够努力吧？然后你没怎么着是因为你不够努力吧？我觉得这种围攻你的人，你完全不用往心里去。这些人不是蠢，这些人就是单纯的坏，知道吗？蠢他活不到这么大，小时候就让人欺负死了，真心的。那你说，他既然说之前就已经有目的了，是目的就是坏。那你跟他说什么都没有用，是不是？别往心里去，您就跑您的。我还是那个观点，就是男性，成年男性，差不多就是20多岁、30多岁、40多岁、50多岁，你只要努力跑，都可以从没破3到破3。您要是60多岁才开始跑步，说实话，破3就。可能性就比较小了，不能说很小，就比较小了。一位小伙伴说这个要冲击600公里，但是随着跑量增加，饭量也增加了。对的，我也这样，我到不了600公里。我这个月，我今天跑完应该是270，今天15号，今天跑完可能到不了270，我也就500多公里。夏天不容易的，有小伙伴说，到了夏天，能力下降，觉得跟自己之前的水平不能比，是不是要休息一下？我觉得恰恰是不能的，因为能力下降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天气热呀，天气热，湿度大。那天气热，湿度大，像今天吧。今天就热，今天比昨天体感还难受。今天可能湿度大，你看我现在跑了不到5公里都湿透了。你看昨天我热身完了还稍微好一点，之前最热的时候大概3公里就湿透了，现在已经不是最热的时候了。今天就没有好看的日出，被云挡住了。夏天就艰难的时候，不管是冬夏，更是要不能说更努力吧，只能说坚持住。你看今年有2个2伏，等于伏天是40天吧，我不知道进没进3伏。进了3伏，你就这么想，那冬练39，夏练3伏，总听的话在您身上实现了，那多有成就感。艰苦的时候给自己找点成就感，就能好一些。也有小伙伴说，看着手表的最大摄氧量下降，这也不是您的错，也不是手表的错，而且其实您的最大摄氧量也不一定下降了。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说清楚我的意思，就是手表目前的运动手表，不管是谁家的，最大摄氧量这个数呢，基本上都不用信，因为目前没法弄准，它不是个
想不想弄好的问题，是能不能的问题。也有说你不可能说戴一个手表，手表告诉你的身高体重是多少，对吧？讲道理吧。这最大上量也差不多，它都是估算，它估算就是根据你平常训练。而其实现在手腕去测温湿度这事儿，并把这些总结起来，还得看您是南方人、北方人，您是不是热带国家的人，那这些都综合起来判断你这次训练你的强度和你的能力，这都不现实。所以到夏天你跑，像今天这样跑，我到夏天跑的也没有冬天多，没有冬天快。如果我关注这个数，这数也是下降的，不用太担心。你也不用说我每次都要全力以赴去训练，保证那个数不变，因为那数没有意义。手表能给您，我觉得最有意义的数，也就是您这月跑了多少，然后还有呢，差不多就是您的乳酸阈值是多少。这个数只要您认真跑过1-2次，就努力跑过1-2次，都不会差太多。个人经验。下一个问题是关于咱们的节目的，有小伙伴说关于字幕的问题，有的人说用某些软件或者怎么着看不到字幕。我频道的字幕和其他的很多 UP 主们不一样，我频道的字幕都是外挂字幕，就是原来小时候看美剧下载个字幕导入。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几个好处。第一个，它是标准的做法，不会影响视频本身的内容。第二个是呢，方便多语言。我在其他平台都是简中、繁中、日文和英文4个语言可以切换，然后方便您可以开关，您不愿意看字幕可以关掉。还有呢，您要是像原来看美剧那种，有的播放器还能美化字幕，对不对？然后 AI 总结，现在你看所有视频说 AI 总结内容，尤其是免费的，没有人给您做语音识别，那成本多高啊！都是看这个视频的字幕、标题、简介。所以这样做其实是对的，但是呢，你们遇到的那些问题呢，其实是那些软件的问题。我只有很个别的时候，就是我刚才说，可能怎么说呢？就比方说前段时间有点什么事儿，B 站字幕就不让传了，那就只能压在视频里。我还是期待，虽然我讲中文，但是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。当然，如果各位都觉得这样不好，那你们可以说，毕竟我也是做给你们看的。咱们可以不同的平台、不同的发布方式都没关系。下一个啊，关于在日本训练，说问我日本有没有高原的训练营，他们专业人怎么练？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人家专业运动员都去哪儿练。但是呢，这边夏天的时候会有训练营，在我具体那个地儿叫什么我不知道，大概在中部的山里，可能也有海拔高度，但是肯定不能像2000多米的高原那样。我也查过，但是呢，这边都是合宿，就是集体住宿的那种，你报名去参加，我觉得有点过于的严肃了，我就没有报过，就没找到那种说我自己租个民宿那种，应该也有，因为那种场地环境都是开放的，那就你周围找住的地儿嘛，但是可能交通就是问题。然后说日本是不是有没有光膀子跑步的？我见过的很少很少，就早晨没有，反而是白天有时候在大阪城有1-2个，可能白天太热了。体育场我没去过，我不知道。反正就目前我看到的，和北京比，和新加坡比，算是没有。下一个啊，
问我爱不爱吃甜品，我其实不太爱吃甜的东西，从小就是不太爱吃甜的东西，就吃喝都是喜欢吃苦的、吃酸的、吃辣的。我对特甜特咸的东西兴趣不大，这可能也是机缘巧合，让我后来减肥的路相对顺利。下一个关于伤病，就伤病的事儿，我没法给您指导性的意见。别说我没看见您，我看见您可能也不行，我也不敢。我只能说，对待伤病需要您有比较不错的训练的经历，这样您就更能了解和感受自己身体。但是我可以这样说一个大原则，就如果您是急性伤，比方摔了或者崴了、拉伤了，这些去看医生、听医生的。如果您是劳损伤，但是今天跑完有点不舒服，或者哪有点疼，那您这样可以试试这样掌握，就是还正常训练，减强度或者减量。然后呢，你这一次训练之后，肯定要比之前伤更严重一点点，对吧？但是严重到什么程度呢？严重到你休息到第二次训练之前，恢复的要比严重的多。这样的话，它持续是一个恢复的状态，慢慢去摸索、去掌握就好了。但是我仍然建议初跑者对伤病还是严肃认真一些。另外呢，不用什么伤都去考虑跑姿的问题。基本上我们普通人能患的伤病，你就是跑姿再差，也不全是差的问题，都是能力不够的问题。最后一个是关于强度课的问题，有小伙伴问说目标是破4，现在说如果跑昨天我那种321，目标配速是多少？我给他的回复是说，破4的话不适合跑昨天那种课，那强度有点大。最多就是1公里的间歇，然后中间间隔2分钟。至于配速嘛，破4的小伙伴，其实我说了，可能你也控制不住，差不多就全力以赴就好。你说破4需不需要练间歇？我觉得不是必须的，但是练一练会好吗？会让您在破4的道路上效率更高，就是这样。行。现在5点53，跟那位观众约的6点10分在喷水池。我还有不到1公里，1公里可能慢慢跑。咱们训练后再聊。8月15号星期四清晨6点48，第4个训练日训练结束，就跑了15公里多，平均配速5分19，心率133，也没加速。碰到那位观众在喷水池那儿聊了会儿天，因为观众今天不跑步，今天不应该戴墨镜，今天没有太大的阳光，但是这个还行，这个戴上以后，就算是天比较阴，也能看清东西。但就是有的时候帽子这儿会不舒服，小伙伴说有专门那种能给眼镜腿让出空隙的帽子，回头我去找找看，好吗？主要有的时候懒得戴隐形眼镜的话，就戴它，这也带度数。今天他们开始放假了，但是我并不放假呀，回去加速剪辑，然后就得努力工作。打算去便利店买个水喝，今天有点早，怕家属还没起。我们这个频道都是第4个训练日会回评论，我会在前一天说，然后有什么想聊的，尽量您发评论或者发弹幕。如果是在 B 站就可以发弹幕，发私信我确实有的时候看不过来，我会再努力一些，好吗？今天跟大家就闲聊天，我打算下一个周期跟大家伙聊聊强度课的快的那一组。下个周期看天凉下来了，打算自己跑一个强度吧。一会儿去这儿买个水，不跟大家多说了。最后还是祝大家呢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明天我休息日了，咱们下回再见。